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未来资本的播客电波未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Wendy。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从去年开始一个热度越来越高的投资赛道，就是被称为人造太阳的核聚变。首先，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聚变领域的明星企业能量极点的创始人 CEO 杨钊博士，欢迎杨博士。大家好，我是杨钊。好，那第二位嘉宾呢，是我们未来资本负责能源领域投资的合伙人管宇凡管博士，欢迎管博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Wendy 好，各位好我是未来资本的管宇凡。好，感谢两位嘉宾。那在过去的一年里呢，核聚变领域产生了很多技术突破和大新闻。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报告，全球将近有40多个国家正在推进聚变的计划。那我想首先问问杨博士核聚变是不是已经迎来了它的 ChatGPT 时刻呢？是否标志着我们已经彻底跨越了物理从0到1，全面进入了工程学从1到10的阶段？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它是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觉得它的时间顺序，其实甚至对于任何一个领域来说，它的时间顺序应该是先是0到1，甚至进入1到10，然后进入 ChatGPT 时刻。对，就是拿 ChatGPT 时刻来说的话，它的0到1其实是 Transformer 很早之前就产生了。对，但是直到 ChatGPT 就意味着全世界或者是大部分人形成一个共识，叫这个领域要爆发了。那么聚变我觉得现在其实是处于0到1基本验证，对于不同技术路线不一样，但是对于比如说托克马克技术路线0到1基本验证，那么1到10正在努力，而 ChatGPT 时刻可能尚未开始。对，比如说简单的说，就是像这个对于聚变来说，能够做到净能量增益的这个物理参数的指标，托克马克在大概90年代就有几台装置基本验证了3乘积到21次方这样的一个物理指标，这就是其实它的0到1的物理验证的时刻。而现在全世界范围，其实大家都在做1到10这件事儿。无论是 ITER 国际联合项目干了这么多年，然后这个美国的这种小装置 Spark， 中国的 BEST， 包括这些我们做红黄170，以及像中国聚变能源公司要做环流4，都是在做这个1到10的过程。那么 ChatGPT 时刻什么时候产生呢？在我看来的话，实际上是当有一台它一个这个成本至少是可以看到未来有希望能够跟火电去 PK 的，有希望变成一个可以商业化的技术路径的这样的一台装置，它实现了净能量增益。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有这样一台装置产生，并且能够把这个实验结果做出来，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会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强心剂，让大家产生一个共识聚变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用来发电了这个共识一定是发电，而不是说可以用来做实验了。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ChatGPT 时刻的话，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然后等到这样一台装置，像我刚刚提到了好几台装置，任何一台装置诞生，并且能够把实验结果做出来，我觉得它可能会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对，所以我们可能也得期待这个净能量增益这个大于0的这个时态就尽快的这个到来。那杨博士这有一个大概的这个预测吗？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还是比较好预测的，大概就是在未来的5年肯定有这样一台装置诞生。对的。好，这个杨博士也说的非常好，所以我想问问管博，其实我知道说这个未来资本其实从很早就开始关注核聚变这个领域，可能是4-5年前，21年、22年的这个时候，甚至我们也参与了聚变新能这样非常大的这样的公司的一些的前期的这个组建。所以说我想问问管博，为什么作为一家这个投资机构会在这么早期就开始关注这样的这个技术路线呢？首先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刚才我们提的问题，就是核聚变是不是已经完成了0到1的这个转变。那我觉得其实这个1其实不是工程化上的1，其实是实验室里的1就是我们以前在谈到核聚变的时候，为什么总谈50年或者是永远的50年，是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确定在物理规律上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可行的。那么由于 ITER 包括其他的一些包括劳伦斯实验室实现的这个 Q 大于1的这个实验之后，我们相信了，就是说我们是能够点燃这个人造太阳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其实是我们怎么让这个人造太阳能够持续的点燃下去，能够让这个火不灭掉。所以这是一个工程上的问题。那这时候呢，其实就是可能是一个工程化的一个 ChatGPT 时刻但它并不是
到商业化的这个程度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虽然验证了物理规律上的这个可行性，但实际上在工程化上面，比如很多材料，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比如说第一批材料如何能够长时间的去承受高能量中子的这个冲击，其实我们现在并没有一个答案。然后如何能够实现穿字尺，这个其实也没有一个答案。我有个比喻啊，就是说不知道合不合适，可以请那个杨钊也验证一下。我有个比喻是，就是说如果把核聚变比作一场马拉松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走上赛道呢，我们只是完成了热身。但是呢，这个核聚变的这个探索，其实已经从底层的科学探索变成了一个我认为是一个确定性极高的烧钱工程。就我们以前是担心，刚才提到了，我们以前担心这个物理规律是不是行，那现在我们不担心这个事情了。现在我们担心就是说材料技术跟不跟得上，供应链跟不跟得上啊。所以这就是一个 VC 和 PE 进入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节点，因为工程化的问题是可以通过人才、资金还有快速的迭代去实现的。那物理规律突破是有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运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我们看到了很多物理规律上的验证，所以我们作为一家前沿的投资机构，会毅然决然的投入到这个赛道当中。对，这管博说的也非常好。那正好是这个讲到物理规律这块儿，所以我想问问这个杨博士关于技术路线的这个问题。那在聚变领域啊，我们知道说现在主要是有3条技术路线，包括磁约束、惯性约束还有磁惯性约束。那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啊，然后说这个商业资本，包括是比尔盖茨、Sam Altman 投资的这个项目，似乎好像是更青睐磁约束，就是托克马克这条路线。但是惯性约束啊和多元创新的路径其实也在加速。我们在国内的一些的这个资本圈里也看到一些非常多的这个创业公司。所以说我们想先问问这个杨博士，从你的角度，你认为哪条技术路线在商业化发电的这个上面会跑得更快呢？从我的角度上来看的话，肯定是磁约束托克马克这条技术路线会跑得最快了。对，这个首先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从应用于商业化发电这个场景，哪一个技术路线能够最先跑出来，对吧？所以我们先得看就是不同的技术路。首先这几条技术路线它的发展最近都很快，包括刚管博提到了这个劳伦斯实验室这个 Q-1 的这个实验，然后包括最近的这些各种托克马克的进展当然这个磁惯性约束的话，最近大家的热度比较高，但从实验的结果上来说，其实最近没有什么新的实验结果的更新。对，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去看一看这几条技术路线的，尤其是早年大家做这件事的时候，科学的定义，以及比如说做的最好的地方，他们对于这个技术路线它的定位是什么样子。最简单的例子，刚说到惯性约束，对吧？我们如果打开 NIF， 就是美国的这个惯性约束现在参数最高的这台装置 NIF， 在劳伦兹实验室打开它的官网，可以看到它上面写的很清楚 ，NIF 的定位就是在这个现在全球竞合的条件下去研究先进核武器的。所以人家的这个做的最好的，人家的目的就不是用来发电的，对吧？人家就是用来去研究先进这个核实验的。对，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其实真正大家在早期在研究这个事儿也知道，就是它有很多的内禀的，比如说你这个一个激光的脉冲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恢复的时间又很长，对吧？然后你需要一泡一泡的去做，这是有很多的，加上那个激光本身的能量的转化率非常的低转化效率非常的低，所以就是它的天然的属性作为发电来说的话，它是不经济的，是不效率不高的。对，然后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全世界做聚变来说的话，绝大部分的资金，无论是这个私有资金还是政府的资金，都还是在托克马克在磁约束的这个技术路线上。就是因为其实从过去从60、70年代人们开始去做聚变，很快大家就发现托克马克的这个实验性能就比别的人好很多。在这一段时间，可能20年、22年之后，现在聚变这个事儿越来越火了。但在20年、22年之前，其实全世界范围内聚变还更多的是一个由这个科研经费支持的这么一个研究领域。这种条件下的话，它的资金一定是紧缺的。当一个资金足够紧缺的情况下的话，它一定会有非常明显的头部聚集效应，对吧？资金就这么少，它就不会再随便撒胡椒面再撒出去了，对。所以必然是你的实验性能最优的这个头部，它会得到最多的支持，它迭代会最快，所以它形成了一个从过去可能在20年之前吧，
基本上绝大部分的资金全世界范围内都集中在了托克马克这个技术路线上，就是因为它的性能是最好的。包括是我们那个国际联合的那个 ITER 的这个项目，对它用的也是对大的装置，对，比如说中国之前做聚变的2个国家队嘛，对吧？等离子所，然后中核的585所，这几台大装置都是托克马克。对，这个就是因为它的实验性能确实是足够好。然后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它在实验上做到了我刚刚说的3×10⁻²这个实验参数，摸到了可以发电的这个门槛，对，所以进一步的投资还会在这里面循环，对。基于这些就是我刚说的几个 fact，几个事实，那么用来发电的磁跃数肯定是先天的这个有技术的这个优势的，并且在磁跃数里面的话，它的这个实验结果最好的，也就是说科学可行性基本被验证，科学风险几乎不存在的这样的一条技术路线呢，就是托克马克。那么包括我刚刚也提到，现在正在建造的几台能够去实现净能量增益的装置，也是托克马克，全世界范围内。对，那么这就是这个当前的一个进展吧。所以我的判断还是磁跃数这个托克马克路线是可以在最快的时间为着商业化发电这个目的去实现的。对，所以我们能理解说是有一些这个先发者的这个优势，然后让这个路线可能能跑得更快一些。然后大家在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也许这条技术路线它的这个提升性能的这个代价是最低的，于是就集中的去做了这件事。对，明白。那管博怎么看？对，我可以补充几点啊。就首先托克马克的确是世界上路线最成熟的这个技术方向啊。现在其实有很多公司，包括 Sam Altman 可能投资了黑链，他们其实走的是 FRC 路线啊。就说他们提的一点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说因为这个FRC 它其实不需要通过这个烧水的这个过程转化成电能，它是通过这个等离子体这个扩张直接产生电流，然后可以大幅的实现效率提升。这其实都是 base 的一个非常理论的一个说法，对吧？托克马克经过几十年的这个实验，它其实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它其实验证了非常多的科学上的这个理论问题。那么任何一种新的路线，它其实都要走过同样的这个路程有很多也许觉得现在效率高，也许觉得最终可能 FRC 或者托克马克谁的发电成本最低，他们可能只是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科学上和工程上的问题所以现在我没法说给一个定论说哪种技术路线最终的发电成本一定是最低的，但是从过去几十年的数据积累和实验结果上来看，我们只能认为从目前的实验数据来看托克马克能够成功发电或者持续发电的概率是最大的。好，因为我们刚刚这个聊了关于这个技术路线然后我觉得还可以聊一聊的是我们一些跨界技术的这个助力。然后因为我们最近注意到谷歌旗下的人工智能的公司 DeepMind 与美国的核聚变公司 CFS 也签署了合作协议计划就要去打造 AI 控制的系统为 CFS 的托克马克装置提供这个技术支持。那其中就是包括构建等离子体的这个模拟以及用强化学习来动态调控等离子体，以提升能量热量分配的这个效率。那在过去这一整年AI 其实是以一种爆发式的这个方式在发展。那实际为核聚变这种极其复杂的系统控制到底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这个加速呢？然后 AI 加能源 AI 加核聚变到底是噱头还是真正的这个加速器？杨博对这个其实 AI 的进步的话，对于聚变来说的话，它肯定是一个加速提升效率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很有效的工具。对，这个在因为我们日常工作中也会用这些工具，然后在我们实际的应用中的话，大体来说总结来说的话 ，AI 对我们的帮助有大体来3类工作是可以显著的加速的。从我们感觉的重要性，或者说这个切入工作流的深度来说的话，大概是这么一个排序。就是首先是它可以让我们的在做实验运行装置，比如说我们最近做了这个红黄70的长脉冲的这些实验，它能够让你的 AI 基于 AI 的一些控制算法，相比于基于传统的就是这种传统经验规律的或者是传统的物理定律的这种控制算法来说它对于等离子体的控制是更稳定的因为毕竟整个装置是一个复杂的
并不是一个真空中的球形机，不是一个理想的东西，对吧？所以你对于这如果要建如此复杂的一个模型的时候，它其实你的计算代价是很高的，但是毕竟简单的说，你 AI 就是一种拟合工具嘛，对吧？它能够将你的实验数据做足够好的拟合，有足够好的预测能力，那么它其实天然就，尤其这个场景一台装置又不需要多大的泛化。泛化的需求是有限的，它天然就比较适合这类统计学规律，基于统计学规律的这种算法去帮你做更精确而且实时性更好的控制。所以基于人工智能的控制算法是我们包括我看很多其实同行也好，国际上也好，大家做的比较多的，而且是效果也比较显著的。比如前几年这个 DeepMind 发的这个在 TCV 上的这个词尾型控制的那篇忘了是 Nature 还是 Science 的文章，也是这个方向的工作。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对于等离子体实时控制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进展。对。那么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它对于一些仿真的工作，就是你如果所有的东西都用实验来算的话，实验来做然后去验证的话，效率很低嘛，毕竟在真实物理空间的时间流逝它是定速的嘛，对。但是如果你可以将很多的这种计算，原来的计算是周期很长，仿真的周期很长，你通过了一些这类似于 AI 算子呀这种它可能会牺牲一定的精度，但是它的牺牲精度的其实是任何的仿真都是有误差的，任何的仿真都存在精度问题，是在你这个物理过程可接受的条件下的话，它又能够非常大的去提升你的仿真效率，那么这个东西就可以减少实验次数。然后我可以更多的是基于这种加速的仿真的方法，然后去得到我想要的结果。然后在那些算的不太准的部分的话，我们再用实验，或者说算出来之后还得确认一下对不对，我们再用实验去验证它。对，所以就是对于 AI 基于 AI 的一些这个复杂的等离子体物理过程的仿真的加速，这件事也是在日常工作中常用的一些工具了。对，当然了，就是未来的话，其实也有很多学术上的研究，包括如何通过一些 AI 算法去提升诊断效率。诊断是什么东西呢？诊断就是我一台托克马克装置，你要控制它的前提，你先得了解它，对吧？你现在有很多的诊断的工具去看到、探测到、采集到当前的各种的这种物理信号，磁场的信号呀，等离子体温度的信号，各种的信号。由于这个等离子体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剧烈，环境非常的恶劣，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它的诊断的难度很高，也就意味着成本很高。但是大家就在想，我有没有可能我用相对比较低成本的硬件去做探测，但是用 AI 算法去做重建，然后将这种有限的、也许精度受限的数据，通过更好的这个物理算法，然后将它变成高保真、高精度的这个数据。其实很像很多现在这个医疗的 AI 公司在干的这种医疗数据的高精度重现，其实逻辑是差不多的。对，用有限的硬件成本去实现一个更高的一个真正的诊断的效率。这件事的话，其实在研究方面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然后未来我相信对于越来越高参数的装置来说的话，这一方面工作应该还是能够进一步的去降低整个装置，尤其在诊断部分它的这个成本的，对，效率是会进一步提高的。对，管博呢？对，杨博刚刚其实说的已经挺全面了。就是我们在扫这个聚变的产业链的时候，其实也看到很多 AI 公司做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几点，比如第一个可能是就是对于整个的等离子放电的过程进行这个模拟啊。就这个我也正好请教一下，就是原先如果没有 AI 的时候进行这样一次模拟，大概需要多少时间？然后有 AI 的介入之后，这个时间大概真实的就缩短了多少？对于等离子物体来说的话，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时间尺度和不同问题的这个仿真。大家一般最头疼的其实是它的，就是在为了精细的去研究它的整个的输运过程。就是你可以认为等离子体是大家都知道臭名昭著的这个流体。这种湍流呀，这是很难仿真、很难模拟的。而等离子体其实是一种磁流体，就是带了磁场的、带电的一种流体，它的湍流也在，而且它的更复杂。所以为了去理解在这种非常复杂的磁流体的环境下，它的输运是什么样子，经常会出现就是用那种巨大的这个计算资源，然后可能以几个微秒时间尺度的仿真，在真实的物理环境里面就已经到小时甚至更长的这个日或者周级别了。对，就是这个，所以就是当然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看这几个微秒，其实就是这一个时间点
一个时间的截面上它的下一步的演化过程，对。但是这个仿真周期很长，按天来计的，对。所以如果存在了像现在的 AI 的加速，因为那些东西都是纯第一性原理解偏微分方程解出来的，对，那个计算资源消耗很大我用一些近似的这种 AI 算子。然后就是其实在科学上 AI 领域也做的很多，就叫 AI 算子，对，然后加速这个过程，那就看你到底这个精度保持多少了。要快的话可以非常快然后肯定不是会说是这个微秒级别的在按天按周去算，就至少是当天能完成，小时级别能完成的一些事情了，对。所以它的这个加速是非常显著的，它就意味着曾经可能只能算那么几个大家特别关心的时间点或者时间切片上的问题，现在的话我可以进行一定量的扫描了，否则的话你原来算一个就是好多天嘛，对吧？那你肯定不会去算好多个，也没那么多时间，对。传统的都是 PID 控制嘛，那种是非线性的，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应对这种非常快速的损失变化的嘛，对吧？现在有了 AI 之后，它其实可以找到非常小的这个扰动，然后甚至可以提前做一些故障的预警，对吧？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咱们现在这方面的 AI 应用到底有多少？然后咱们公司里面有多少？除了聚变或者核能工程师的话，有多少 AI 工程师？对。就是其实在我们尤其这一段时间做长脉冲的这个稳态运行的时候基于 AI 的这个无论是实时的控制还是这个叫离线的繁衍的这些算法，其实用的还是很多的。否则的话你真的这个尤其是在实验过程中，你肯定是不能靠人再去调了。还有一些简单参数去调的话，这些热管理然后包括等离子体的稳定密度控制等等的事儿都是比较复杂的，对。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实验过程以及实验之后的数据分析，它已经我很难定量的说它是多少，但是它已经嵌入到工作流里面了。对，这是我说的。其实 AI 真正会影响你的过程，就是你的部分工作它自动就会被它替代掉。对，其实我们团队的关于我们团队的结构，我们团队里面真正科班出身学等离子体物理的人并不多，说实话学核物理的人也没有很多。对，比如我们的物理团队其实就是学什么物理的都有也有学做计算机科学的，然后也有做数学的，纯数学的，对。所以其实我们团队的招聘风格，这是它决定了，就是我们其实并没有，我们会觉得我们做的东西确实很新，而且我们比较一直以来这个一以贯之的方法是正向研发，所以本来就是个很新的领域，尤其我们做高温超导这个东西，然后这个技术路线，所以其实过去的经验也不是很多。那么与其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团队就是一些这个责任感很强、上进心很强，然后抗压能力也很强的这样天赋很好的一些研究人员，去读文献，大家正向的去开发仿真工具，仿真不清楚的时候做实验去对比，然后一步步去迭代，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背景。那这个背景它天然会是一个多样性或者多元化很强的一个背景所以对于接受新事物，尤其像 AI 这种东西来说的话，它可能大家都不会觉得有存在什么壁垒，或者可能就是他们的本职，甚至曾经就干这个事儿的，对，这个人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可能没有专门去为了 AI 而找 AI， 但是确实有计算机科学家，确实有曾经干 AI 的，而且也不少。然后而且即使不是专门干这个事儿的话，因为大家的背景都不一样，所以接受这个事儿或者说主动的去使用 AI 工具，这是团队自然就形成的，都不是，甚至是要求的。对，回到 Wendy 的问题，我就觉得 AI 加核聚变它肯定不是一个噱头。这杨总他其实也验证了，就是说 AI 它其实就我觉得传统的核聚变的这种探索过程，其实有点像试错法。然后 AI 的介入之后呢，使得这个无论是这个模拟然后控制预测它其实这个确定性就更强了就是所以我认为就是 AI 它可以让这个核聚变从一个我们不太可控的这个人造太阳，变成一个可以精准调控的一个工业的锅炉，对，所以然后同时呢，它又可以使得它真正能够商业化、量产化的时间能够大大的提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VC 会进入的这个原因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在 AI 加核聚变这条产业链上，其实还是有很多投资机会的。对，因为我们刚才这个聊了关于这个 AI，关于人工智能然后这个我感觉就不得不这个另外提的一个话题就是
高温超导的这个技术。那这个本身高温超导的这个技术和核聚变的这个结合，也成为了一些新的这个热点。然后能量机电也一直在专注这个方向。然后有国家队也宣布是要建高温超导的托克马克的这个装置。那杨博士，我想问问您，就是关于这个高温超导技术对核聚变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这条路线的核心的这个优势和面临的主要困难分别是什么？这个首先我们觉得，就像刚刚广播也提到了，这个聚变现在其实面临的问题，尤其我们现在专门去谈托克马克的话，科学问题已经基本被验证，就是工程化和商业化的问题。那么就是如何通过工程的手段去极快的、数量级的降低聚变的成本，其实这是当务之急。对，否则的话，就是如果聚变依然是保持一个巨大规模，动辄建造可能是几十年的尺度一台装置，然后成本可能是在能发电的装置可能是在几百亿、200多亿欧元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话，那么它的商业化的时间一定会被巨大的拉长。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这就是高温超导这条新的材料路线它去核心在解决的事情了。对，就是通过这个材料的直面性能非常好，就是这个材料可以耐受非常高的磁场。允许用它建造一个磁场很强的磁体啊。那么在过去60年的聚变的研发过程中的话，大家发现，如果你能够将磁场强度，一台聚变装置的磁场强度提升1倍，你就可以将这个装置的体积缩小大概30-50倍在同样的物理性能的、同样的聚变功率或者同样的这个能量增益的这个物理性能的条件下。Apple to Apple 的去比的话，磁场提升1倍，体积缩小几十倍。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其实它的成本可以缩小几十倍，而且它的工程量、建造周期可以缩小10倍左右。可能从原来的30-40年、30年一台装置建造一台装置，变成可能就只要3-4年、4-5年就能建一台装置。所以它对于整个聚变产业的快速迭代和成本的数量级的降低是有非常大的价值的。对。当然了，就是我刚刚说了，这个是尤其在我们在21年最早在国内提出这个技术路线的时候，它是纸面性能特别好，对吧？就是这个材料它的磁场强度可以很高，但是把一个材料的纸面性能好变成一台真正的装置，它真的能在这种恶劣的工况下能够运行起来，能够先说把它造出来，造出来之后不坏，然后再能运行起来，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对吧？材料从实验室甚至说买的原料到真正的完整的设备，这个 gap 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也是这条技术路线，无论是从21年一直到甚至到现在，大家一直会很担心的。简单的说，就叫做工程经验不足，因为材料太新了。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在我们之前没有任何的一个这个完整的装置是被建造过的。全世界100台托克马克，绝大部分是铜，对吧？这个全超导的装置4台，非常有名的合肥的这个东方超环 East， 这非常有名的国内的装置，韩国1台，日本1台，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建的这个红黄70了。至于红黄70，就是我刚提到的，就是它就是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建成的唯一的一台用这种新材料，然后能够建成且运行的这个超导的托克马克装置。对，所以甚至就是说，在70建成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这种纸面性能很好的材料是否能用来建一台装置，建了装置会不会刚建一运行就坏了？对，然后是不是和其他的很众多的系统，它的接口可能是不匹配的，因为新材料对于接口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的。对，所以直到比如说我们在24年的6月份完成了第一次的等离子体放电，它就对于任何托克马克来说，第一等离子体就意味着你的所有的工程系统按照你的设计指标正常运行了。当然那次就是个秒级别的，亮一下就灭了。对，而到了今年的话，我们又做到了100秒级以上的这种长时间的稳态运行。那这个对于任何的托克马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了，无论是工程硬件还是控制算法、系统稳定性，都是巨大的考验。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唯一一个能做到100秒级以上的稳态运行的商业公司，也就是能量起点以及这个红黄70这台装置。对，我说的是商业公司。对，所以就是它的工程，我说这种纸面上性能很好的高温超导材料的工程可行性的验证，在一步一步变得越来越扎实，但是它距离真正的这个未来的发电来说，毕竟它是一个全新材料，
唯一装置，全世界我还没有第二台装置建起来，对，那么它还是有蛮长的路要走，就是这种科学的工程的这种经验的积累，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对，包括这个强场磁体，全世界也就只有美国的那家创业公司 CFS， 以及现在最新的世界纪录是我们在25年上半年做的这个静电磁体实现的，对，所以全世界就那么一个或者2个这样的团队有这个能力把它做出来啊，所以我们肯定是需要它的最大的挑战就是需要进一步的去积累工程经验，进一步的去推高参数，去建更大的装置，然后把这件事一步步的落实起来。对，这个刚才这个杨周博士讲的也分享了一些，就是关于能量基点的一些的上半年的这个好消息哈。然后，我想问问管博，就是其实关于高温超导技术的这个材料，其实你也关注了很长时间。然后我们在前几年早些的时候也投了像上海超导这样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公司。那对这个材料，包括是我们的这个上游的一些的供应链啊等等的，从一个投资人的这个角度，你是怎么去看和这个思考这些问题的？由于高温超导技术的出现，使得我们觉得聚变的商业化发电，也就是经济性发电是有可能的。就是以前虽然我们知道 ，OK， 等离子体点火，这个等离子体这个物理规律的验证，但是即使按照那种方向做，你发的电的成本其实非常非常高的，你这个装置是非常大的，建造时间是非常长的。正是由于高温超导带材的出现，那使得我们预计它将来发的电可能是能够和现在的其他的包括火电啊、光伏啊、水电是能够进行 PK 的啊，这是我们关注的核心点。就是在那个时间节点，其实我们关注到 AI 超导，一个其实是给了这个聚变一个超级大脑，一个其实是给了这个核聚变的这个装置一个非常强健的一个身体啊，这两者结合，使得了15到15年左右，我们觉得商业化发电这个落地是有可能性的。所以在我们投资了能量基点之后，可能顺着上游产业链，我们迅速的去找到了中间最核心的这个原材料，就是超导带材。而上海超导在当时肯定是走在不仅是国内领先，甚至是全球领先的这么一家公司。这就有点像可能卖铲子吧，就 AGI 什么时候，我经常做个比喻啊，就说 AGI 什么时候到，可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正确的估计，但是英伟达卖的 GPU 它可能能赚最多的钱，对吧？现在过去的可能几年内，从国内到全球，可能这个各个聚变公司可能融了上100亿美金，真正谁能够把这个长时间运行的稳态装置做出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要做这个装置的过程中，肯定是要花20%到30%的钱去买这个带材。对，所以这是我们长期关注这个核聚变领域，以及关注它的上下游的供应链，去找到一些投资机会。这个管博正好说到了这个关于这个供应链啊，那其实在这个全球核聚变的这个版图当中啊，然后我们中国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这个角色，不管是从人造太阳 East 的这个运行记录，还是到能量起点这样的这个商业公司的融资与建设，那想问问管博，从投资人的这个角度，您觉得说中国的核聚变企业目前呢，我们的竞争优势是在哪里呢？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完备的这个程度，还是中国本身具有的这个工程化落地的这个速度？我觉得这其实不是某一个单一维度的优势，就和其他很多制造业的这个行业其实一样，中国它其实是具有一个全产业链集成，然后超强的工程化迭代能力。然后还有一点其实特别重要的，就是举国体制加市场化协同的这么一个综合优势啊。首先提到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自主可控，其实包括长三角啊、合肥啊，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精密机械和这个设备啊、材料的这个商业集群，使得一家中国的这个聚变公司、初创公司，它如果想集齐各种不同的系统部件，比如说真空室啊、低温系统啊、这个大功率电源啊、超导带材啊，它可能在几天内，它迅速的找到完整的这个产业链，而且这个产业链都是具有极高的这个响应速度和成本优势的啊。第二个就是快速的这个工程化的这个落地的速度，比如说像能量起点，可能在就是公司其实成立，咱们公司成立其实没有几年，就今年1月份的时候，其实就这个月就已经完成了超过300秒以上的个
稳态长脉冲运行。这个在传统的公司里面可能都是要10几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的，那就是这真的体现了这个中国速度啊。相对于这个其他的就是欧美的这些企业，他们可能需要10几年完成的这个事情，我们可能2、3年内就能完成一个跨代的这个装置的开发。还有第3点，我想强调的就是说，就是国家队加民营资本的这个双擎驱动的这个模式，其实对于像聚变这样的行业发展，其实是非常有利的。就是经常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民营企业和这个国家队怎么 PK？ 但其实我觉得国家队的下场并不是说真的和民营企业进行竞争，他们的同时发展其实可以大大的加速供应链的完备，可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然后最后提一下，就是说中国其实在包括等离子体的模拟放电上面的数据其实是全球领先的。因为比如说之前像 East 像之类的装置，然后包括国内的这些 AI 的公司，其实发展都非常迅速，软件加硬件加举国体制和民营资本的共同的发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觉得就是构成了中国核聚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